我在今年，也就是2022年的6月，才刚刚把温室外面的塑胶布拆掉。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在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，属于 Zone 6温带地区。5月中天气才正式回暖，到了9月的时候，气温又会开始骤降。为了延长菜园可以种菜的时间，所以我在2021年，也就是去年的10月，从亚马逊买来了这个隧道小暖棚，它的尺寸是10×6×6。因为我怕夏天的大太阳对温室外层的塑胶布不好，所以我6月拆，9月重新套上。今天的影片算作是一个记录，给大家参考看看一个人怎么样帮温室套上塑胶布。如果想要知道怎么从头开始搭建，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开箱这个小温室的影片。因为我自己在温室顶端搭了一个铁网，避免下雪下雨把这个小温室给压垮，所以为了怕铁网会伤到温室原来的塑胶布，所以我会先套上一个透明的塑胶布。因为塑胶的东西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，它外面可能会有灰尘或者是水渍，所以我先用水把它喷干净，然后马上擦干。有些比较脏的地方就拿刷子刷一下，然后也是马上擦干。希望清洗之后的塑胶布可以让温室的透光性更好。像茄子之类的已经不可能等到它结茄子了，所以我就索性把它们给拔除了。因为当初就知道秋天会重新套上塑胶布，所以在温室下面种的就是可以调整的苦瓜，还有番茄。把温室自带的这个胶布缠上，可以让温室更稳固。从育苗开始就放在房子角落的盆栽浆，还可能撑到10月或者是11月，所以我把它们移到小温室里面，不然晚上太冷，对浆的生长不利。这个架子之前是种西瓜的，现在可以拿来做秋天的育苗。因为我是个想到哪做到哪的人，所以等到浆都移好了之后，才想到要在温室里面弄一个架子。因为冬天超冷，也会下几个月的雪，有个架子装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因为温室的北面没有日照，所以我本来想要把这个铁架子放在那里，没想到这个铁架子的高度超过了这块的高度，所以我只能把它移到温室的西面。刚好我的菜园西风特别强，架子就放在这里，可以帮温室挡一点风，可以稳固一些。在温室塑胶布的下面，我会撒上爽身粉，这是我女儿小时候用不完的，已经快要10年了。我都是把它拿来防蚂蚁。里面弄好之后呢，就来弄外面。这个4组的尼龙绳要固定好，可以有效的防风。好了，这样就基本完成了小温室的组装。如果你的天气跟我很类似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帮你的植物度过寒冬的？
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